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台北电脑展2024。首先，我们来看看微星 MSI。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来自这个 MAG Colloquy i360 白色版的水冷，可以看到整个的外形都是以白色为突出。然后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呢，就是风扇呢采用的就是这种串联，也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积木风扇。所以串联了过后呢，会有留一条线，只需要一条的这个接口就能够接通全部的灯光和风扇的这个供电接口。除此之外呢，在外侧这边呢，这个水冷的这个风扇也有带有这种边框的那个遮挡板，看起来可以修饰更美观一些。冷排的厚度呢，采用的是27毫米的标准厚度，而风扇呢也是25毫米的标准厚度，所以呢，在它的兼容性上面，任何支持360水冷的机箱都是非常适合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得到它的冷脱是采用了这种菱形的这种设计，在上面呢也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透光的这种无线镜，看起来呢，我觉得还算是非常好看。目前不是非常清楚这一个水冷它采用的代工方案是来自哪一家，但我相信性能应该不会是特别的差。安装扣具呢也是 AMD 和 Intel 是通用的，在安装的这个解密度上面呢也会非常的方便，不会特别的繁琐。你们看到我手上的这块主板了没有？来自 MSI 的这个 Project Zero。Project Zero 主板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背插概念的主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接口都是在背面这一边，但是它有一个跟我所接触的常规背插主板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哪里呢？它是内置机体内存在板载上面，也就是说，它其实不需要额外的再接上机体内存。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呢，它的这个内置的这个机体呢，它是可以抽充到多少的容量，而且是否是能够经过的替换。目前不知道，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定制的，这个可能需要等待更多的信息。这块主板呢，除了这个内置的机体内存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1个、2个、3个、4个 M.2 的插槽，整个的扩展性呢还是非常的充足的。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展区，叫做 Supreme Expert Fusion。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张有一个非常大的显卡。而它的一个特别的之处呢，就是在于它是采用了这一个内置水冷的这一个设计，也就是说，它在介于水冷与风冷之间达到了一个相对一个混合的一个设计用途。这一张呢是 MSI 的4090 Supreme Fusion， 而我比较感兴趣的其实是这一张。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整个的设计就有一点像是公版的显卡，就是有一个上下风2个风扇的一个组合，但是其实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里面其实是有水道板，也是会有水冷的存在，而这2把风扇呢，形成了就是在里面做一个非常小的这个冷排，看上去它像是一个风冷，但其实它是一个水冷显卡散热器的一个设计。只不过呢，我就觉得它整个体积还是有一点点太大了，所以对机箱的整个要求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高一些。不过呢，我就从噪音的表现，大家可以听一下。几乎是没有多少噪音的，所以整个的体验应该也算是很不错。在显卡的款式呢，就是4080 Super 的 Expert Fusion， 所以呢款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款显卡。接下来来到的就是微星的这个电源，展出的这块电源呢是 MEG AI 1600T PCIe 5，也就是代表了它有1600瓦的规格，而且是 AT Plus 钛金规格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个电源其实有满满的接口在前面，当然我们也少不了这个12伏2x6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接口。以及非常耀眼的这个 RGB 的外观，新的规格的线材呢，也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容易识别的一个黄色的这个接头，不用怕你在接上去的时候会出现可能接不满的情况，直接接下去直到没有的情况出现。所以呢，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你接不好的这个情况出现在里头。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电源上面，其实还有一个 Type-C 的 USB 接口，它是可以连接上主板和这一个 MSI Center 进行一个联动。通过这一个 USB 接口呢，除了可以进行这一个灯光控制以外，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电源在电源输出的状态，包括它的电压、它的输出功耗等等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让用户更加了解你这个电源的整个的状态，还有你整台主机在什么样的一个电力状态下运行。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分量也非常的足，在里面的散热规格也用得非常的好，所以其实也听不到什么样的噪音。目前也不晓得多少的价钱，但是上市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点，而期待它上市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体验得到它吧。
好，以上就是微星 MSI 在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展出的一些重点硬件介绍。当然，除了这些重点硬件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个人也很感兴趣的产品。但是之后我也会通过其他的影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千万不要错过我的影片哦。我们下一期有关台北电脑展的影片再见。